同学们好，欢迎大家学习碧蓝牡丹。经过前面几节的学习呢，我相信大家都有所提高。那么最难的时候到了，叶子最难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将带着大家一起去画叶子，和画出不同造型的叶子，如何去组合这个叶子。那么我们这节课呢，就开始给大家演示，边演示呢边总结一下规律，然后我们画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简单一点啊。那么叶子前面几节课已经讲了啊，3叉9顶。那么这个每一叉如何去变呢？那么这节课的目的就是教大家如何变化啊。首先我先画一个叶子啊，这是一顶叶子。一顶叶子呢有侧顶，这后面还有一个侧顶看不见。那么这一片叶子是侧的，那我们通常呢一叉是3片叶子，那我们还少了2叉，2片，这是第2片，也有侧的，这是第1片，第2片。那么这一片叶子呢也是侧的，那这个叶子呢还有一片我们也是把它画成侧的。为什么把它画成侧的啊？这个是根据透视来的，在后面完全看不到了，可以稍微表示一下。那么这3片叶子呢全部是侧的，那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出，这边叶子是上扬的啊。我们可以把它的叶茎画出来。叶柄，这个小的是小叶柄，3片侧的，这是它的规律。那我们画2个侧啊，接着画2个侧。3侧就是你叶子如何去组合呢？就是把叶子的正的、反的、侧的全部画出来。3个侧，那我们还要画2个侧的，2侧，还有1侧的。那现在你画出3侧了，然后你想继续画一组叶子，你不知道怎么去画，那我就教你一个方法。上面是3侧，那么我们可以画2侧一正，呢是1个侧，那就说明有2个正，就这样去画。3侧，这个是3侧，然后你不知道如何去变，接着画2个侧的，2个侧，按照这个公式来，那你这叶子就会变了啊。这个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，好，我们用同一片叶子进行变化，我教大家如何去变。这个地方是个难点，必须要给大家总结出来。从左往右往上推，把主顶叶子推出来。我还是用这个主顶叶子来变，这样大家好学习啊。画到了侧的，笔尖是要稍稍调点墨，这样更有立体感。我们画叶子画这种墨绿色就可以了。这个尽管在课程里经常讲啊，相信大家都已经明白了。那么这一片叶子是个侧的，按照这个公式啊，画2个侧的，这是1个侧的。那我们还加1个侧的，我们把这个侧的移下来。这是2个侧，那么还有一片怎么办？2侧一正，我们再画一个正的哦。这一片叶子是正的啊，那这样看有点是侧的，所以我们要补一笔。补一下，这个就是正的，但不是完全正的。那么它的左侧、右侧呢，我们就可以画成正的。那通常这个叶子你要变，就可以这样去变啊，把叶子正反方向
变换一下，就可以画出不同姿态的。那么你看这个叶剑是从右的，那我呢，我把叶剑也改了，我把叶剑改成从左的。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？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片叶子？那么这个呢是一侧两侧，这一片是正的，这个就是这一组，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一组。那么我们再画个一侧两正的啊，一侧两正的，我们换一张纸。刚才已经说了3个侧的，还有2个侧的加1个正的。我们现在要画呢，现在要画1个侧的加2个正的。好，1个侧的啊，还是用刚才那一笔，我还是用这个主顶啊，从左往右推，加上它的侧的。这是一顶侧的，那么1个侧现在要画2个正的哦，2个正的。我们左边来一个，水分不足，补一点水分。正的就要加一笔，要宽一点啊，让人一看这就是个正的。那么这一片叶子是正的，可以带一点勾勾。啊，这一片叶子是正的。那还有一片叶子去哪里了呢？还有一片叶子去这里了。我们记住这片叶子要画正的，按照我这个公式来，大家就会画了。好，我们把叶茎勾上，从这里到这里。如果你勾的不顺畅的时候，先可以在这点个点儿，2点确定一条直线。我们要画的是曲线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往上运笔，这个线条一定要做到呢流畅，线条要流畅，要一笔画出来，一笔画出，一笔画出来，然后我们勾出它的叶柄。那么呢，这也是一叉，和刚才这2个比。那么这一叉已经变了3个了，大家应该学会了没有？那么这个是简单的一叉的变化。那么3叉如何去变啊？我们就在此上面变个3叉的吧。这个往上变。好，我们先3叉也要写一个公式啊。这个呢，我们已经变化了，然后这个呢，我们用侧的啊，用侧的往上运笔。那么这个变化你怎么变呢？先把它画出来，再说啊。那么这一笔看不到了，那么这一笔也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不画。那这个呢，可以往上走，始终是3笔一片叶子啊，始终是3笔。那么3笔往左往右随意啊，你只记住它的姿态就可以了。刚才通过上面一叉的3种不同变化，我们可以把一组叶子
分很多种方式去画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画3页交叉，刚才是一个叉啊，现在我们要画3叉。3叉如何去画呢？就是把刚才那一叉进行组合。来，我们先画一个啊，我们还是画一个侧的啊，从左往右推，画一个稍微横一点吧。从左往右推，这个是侧的啊，侧的，也可以带一点点勾勾。很明显，这个侧的就是侧翻的，侧翻的叶子。那么先把它一叉画出来，还是利用刚才画的。那么这个推笔啊，从下往上推，从下往上推。那么还有一片呢，我们先用3个侧的去组合啊，往上推3侧，3侧。我们之前总结的是3侧，2侧加1正，1侧加2正。那么现在这个是3侧，那么这是3侧，这是一个叉上的，那还有2个叉上的呢，我们可以用1和2去组合，2侧啊，我们现在画一个2侧的，这是一个侧的吧，往上走，这是一片侧的叶子，还要继续加一个侧的，那么继续加一个侧，这一组这个侧的有可能从这里往这儿走了，也有可能往这里走，我们往这里走吧，这边空间大。再把它的左右两边的画上。那么2侧一正，我们现在已经画了2个侧的，我们接着画一个正的。2侧一正，3侧，那么组合呢？你把这3个全部用上就可以啊。现在再画一个1侧2正，这个是侧的啊，1侧，把它也可以把它改成正的，1个正的，还要有2个正的。这个也是正的吧，2个正的，然后这一片叶子呢，来个侧的，再来一个侧的，后面一个看不到了，哎，正好这3个把这全部用上了，那么我们接着把它叶茎画上，叶茎你可以从这样画，也可以从这样画，但我们可以这样画比较好一点。叶茎从下往上，运笔太长了，从上往下，这个是叶茎，把叶柄顺势勾出来，这叶柄。那么这是很典型的3叉9顶，1叉2叉3叉，这个是一个长的叶茎。那么这个变化的规律是什么呢？这个变化就按这个公式来，3侧这一组叶子全部是侧的，那么这一组叶子呢是2侧2个侧的，1侧2侧一正，2侧一正。那么这一组叶子呢是1个侧的2个正的，那么把这3个叉3个不同的叉组合在一起，就是
一个非常完美的三叉九顶。你可以根据这个3个公式吧，可以根据这3个公式画出所有的叶子，你只需要把它全部组合。你也可以画，还可以加一点，忘了还可以加一个公式啊，还可以加一个4，3正，你只要记住这里1、2、3、4，那么叶子你就搞定了。只要记住这1、2、3、4这4个公式，那么叶子就搞定了啊。这个是我自己总结出来了。当然你画熟了你还可以变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。你在这个公式的基础上呢，举一反三。这只是叶子的三叉九顶的画法，怎样画的又好看又有变化，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。然后我们找一支细一点的勾线笔吧，直接调墨画出这个叶筋。画叶筋的时候要注意，这个纸不能太湿了，要8分干的时候去勾。勾的时候呢，叶筋可以偏一下，尽量不要在正中间，正中间有点呆板。画叶筋根据这个叶片的趋势来，你看这个叶片是侧的，那么我们的叶筋就尽量勾成侧的，像这个也是侧的，那么这一叉呢全是侧的。当然画的时候也可以3片叶子，像这样3正全是正的。那么这个虽然简单，但是要多画，多去组合吧，才能画得好。所有的叶子都可以按这4个公式来画，你就不停的组合。你比如说你画个叶子，1就是1和2组合，1和3去组合，1和4去组合，2呢2和4去组合，2和1去组合，2和3去组合，4呢4和2去组合，4和1去组合，4和3去组合，这个是3，就这样不停的去组合，那所有的叶子你都会画了，而且是不重样的。所以平时在叶子上摸不透的同学，在老师的课上直接给你教会啊，这个方法非常好用，是我今年才总结出来的。希望大家学会了呢，要记住它，平时多练。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画法，当然在此基础上你还是可以有很多创新，要平时多思考。有时候呢练习方向错了，你的练习就是浪费时间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公式去画这个三叉九顶，把这个牢牢记住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变换一下啊，变换一下，再找一张纸，3侧3正，2侧1侧，2侧1正，1侧2正，把这个公式记住。我们现在换一张纸，继续来画一组。我们要画到达到熟练的运用。这个初期你需要把它记住，等你画熟了之后呢，不用记。画熟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画就好。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调颜色，还是先调绿色，把绿色搅匀吧。这个绿色练习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平时不用的颜色啊，都拿出来练，搅匀了，加点墨就可以练，红色的都可以练啊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3正3侧，1正1侧，1正呢2侧。那我们现在呢画一个侧的啊，我们画个1侧
两正吧。我们先画个，或者两侧，两侧，两侧，两侧一正，加一笔，这个就是个正的，画出它的侧的侧顶。那么这是一个一叉。那么另外一叉呢，我可以画两侧两正都可，我可以画一侧两正吧，这是一侧。那么它的正的呢，我也可以往下画，这就是它的一侧板侧顶叶子啊。那么我们要画两个正的，那么另外一个正的上哪去了？另外一个正的我们可以往这里画吧。那么被遮挡下面的看不大清楚，我可以颜色淡一点，一正两正一侧，给写一下啊，两正一侧，这个呢是两侧一正。那么还有一个，这一叉两叉，这样画一个侧的啊。这两个有点平了，那么我这个叶茎可以从左往上，所以我这一片叶子我可以往这边走，往下走。那么另外一组呢，我们可以往下画，补点颜料，左膀右臂，这个是侧的啊。往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画一些侧的，再来一笔正的，画上叶茎，叶茎从下往上画，从这个地方往这个地方走，叶茎要画的流畅一点，可以画的细一点，然后随时勾上叶柄，这边再来一个，开一个叉，那么就是典型的三叉九顶，一叉两叉三叉，每叉上3片叶子。现在我们可以给它勾上叶茎，从中间开始，稍微往左或往右偏一点，勾上主叶茎、次叶茎。这左右两边呢，可以勾1、2笔就够了，3笔也可以吧。顺着勾，当这个叶片呢是侧的，我们就侧着勾；它是正的，我们就正着勾。一定要流畅啊，顺着这个叶片的趋势来勾。像这种老叶子，直接用墨勾就可以，要注意水分，8分干的时候勾。如果心急的话，调色尽量干一点，然后你就不用等到8分干，6分干就可以。稍微的带一带。那么这是一组叶子，3叉9顶，一叉两叉三叉，然后分析一下啊，这两个是正的，这个是侧的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是正的，这个是正的，这个是侧的，啊，这个呢是侧的主顶，这个是正的，那这个是正的，
就是说一个叉上你正的反的都要有一些，或3个正的，或3个反的，或2个正的，1个反的，2个反的，1个正的。像这个1个正的，1个侧的，这个是1个侧的。所以我们画叶子最难的就是这个组合。那么组合按照我之前的公式，或者是3个反的，或者是3个正的，或者是1正2反，2正1反都可以。然后就这样去组合。组合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个原则啊，就是你开叉的时候，这个哪边多哪边少。你看像这个地方就是多，它就要密一些。如果你画叶子一组一组的都散件了，这个叶子不好看。那么这边呢，这一组就是散的，或者散的密的要分清楚啊，要多和少，密和散的分清楚，不能全部散件了。所以叶子要一组一组的去画，把每一组画到位了，然后我们画花头的时候就容易多了。先把每组画熟，画熟练了之后呢，然后再去根据花头安排叶子。那么这一节课呢，干货很多，讲得很慢，大家需要时间去消化。按照我上面的公式，大家尽量去把这一个组合，自己组合20个或者30个，每天去组合，每天组合5个6个。比如说这是一只啊，这是组合，这是1个，你们就搞一张4x 6开的纸，每天组合5个，必须这样练。要想突破，要想学得快，这个是最好的方法。方法教给大家了啊，下面多练，一定要多练，每天5张。大家练完了之后可以发到我们的群里，老师可以看一下啊，有什么问题大家及时的沟通一下，这样大家学习的速度会加快。那么大家学完了呢，要记得过去帮老师在你的订单抖音后台你的购买订单上有个评价，去帮老师写个评语啊，感谢大家。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，后面我会再补充一些哈，更深入一些的，大家一步一步来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节课再见啊，拜拜。